昨天咱们说完辰龙巳蛇，今天轮到了12生肖里的午马未羊。马羊互补体现的这种人生智慧是什么呢？马呀代表着你人呢一往无前的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奋斗前进，羊代表着什么呢？你跟周围的环境之间是不是能做到和谐？我们说羊是温顺的象征，马是执着坚定勇敢的象征。如果一个人只顾着自己的目标往前奔的话，伤害了周围人的利益的话，恐怕你的目标也达不到。所以马羊互补象征着为了自个儿的目标和周围的环境取得最大的和谐，你才能够成功。所以这是马羊互补的人生智慧。那么马和羊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动物，可是就是这种寻常的动物当中有着不寻常的人生大道理。马是速度与野性的代名词，马的出现往往还伴随着战争和杀戮。马这个代表对事业积极进取的生肖，为何却需要羊的顺从来与其互补？历史上有哪些关于马和羊的名人经典故事？本期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12生肖之马羊传说。有关于马，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马的认知是高度一致的。他们说别的动物有褒义的词，有贬义词，可是马身上我们发现呢，基本上都是好词儿。你比方说是勇敢、坚韧、顽强、忠诚。你就比方说马，它这种竞争精神，为什么现在你看有赛马这个活动？有人做过钻研这方面相关的知识，就过去战场上和现在这个赛马有类似的地方。就这马呀，往往不是因为最后说疲劳了，说怎么如何，他退出赛场或者说死亡是什么原因？激烈的这种奔跑过程当中，他的肺部出血，最后马因为出血过多而死。就说马只要开始竞争之后，他为了自个儿的目标不顾一切，不顾安危往前奔。所以大家对马的这种忠诚、这种勇敢、这种坚韧不拔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的。那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好词儿和马有关。比方说啊，我们举个例子，说这个女孩啊找对象赖找什么呢？白马王子。这个白马王子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个舶来品，不是中国的，它是西方啊欧洲中世纪时候的骑士传统带来的。那阵骑士里面呢不披斗篷吗？这个披斗篷分成好几个级别，所以那个时候顶级的那说这白马王子。王子不是贵族吗？白马象征他地位，所以当时认为女人心中最理想的男人那就是白马王子。那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跟西游记的白龙马有关呢？那关系倒不大，白龙马是犯了错误了，最后又把唐僧的马给吃了。而如来说你呀跟唐僧西天取经，最后封他为八部天龙广利菩萨。其实跟这白马王子之间是没任何关系。那么我们看马虽然都是好词儿，可有一些词儿呢也不是这么很理想。你听着，你比方说这个人呢最能拍马屁，马屁精，说这怎么跟马沾上边呢？其实这个不赖马。我们说这词儿怎么来的呢？过去啊人都是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我这个骑着马下马，俩人你好，打招呼作揖。那么夸对方，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吧，你去参加个这个聚会，开车去了，哎呦你这什么奥迪啊 2.4 的，哎呦这车好啊，就是有点费油。双方说对方的车好，也是夸奖对方的实力。那么那个时候主要骑马，那就要看你马好不好。马好有什么个标志呢？咱们叫膘肥体壮。那马膘主要在哪儿呢？在马屁股那块儿。所以一见面经常是拍拍你马屁股，哎，好马，好。一开始实话实说，时间长了，有的人呢出于溜须对方，明明这马瘦的他把摁一下都塌这儿了，好马也拍一下马屁股。所以时间长你说你这叫拍马屁，管这样人叫马屁精。所以这个拍马屁是这么来的。虽然拍马屁是个贬义词，但这却不是马的什么过错。在我们生活中，马更多的还是个褒义词，尤其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马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那我们看马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一个是生产，一个是战争。生产过程当中，马架过员拉过套。战争咱就不用说了，战争一开始咱可不是骑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一开始马是怎么办？4匹马拉一辆车，战车。你记住，1匹马1个车，咱们平常这叫出门啊以这个为主要交通工具，这个叫一乘，就是乘坐的乘。1马1车为一乘，4马1车，这就咱们经常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匹马拉一个车，这个什么战车，或者表示皇族的威严。据说呀，周穆王的时候，32匹马拉一辆车，那是最高规格的。所以战场上呢，好多时候呢有2匹马拉的，有4匹马拉的。由于马是在战争年代一个重要战略物资，所以说无论哪一朝一代的这个战争的统帅都不会轻易的拿马不当回事。你比方赤壁当中就有这么一个，那个时候的战争呢，马拉着车，人站到战车上打仗，所以过去的兵刃一开始都是长兵刃，你比方说戈、矛、戟都特别长，短了够不着，这是。所以那时候你要使锤使斧子，没等你挥起来呢，人家枪招不到你身上了。所以很早的时候以战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作战工具。你看下象棋，最厉害的叫车，也叫车，其次叫马。它反映了春秋以前那种作战方式。那么到了战国时候呢，赵国出了位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赵国我们知道现在河北一带，再往北呢就是戎狄之地，少数民族了。戎狄人家简单呢，也不宽袍大袖，短袖子，短衣襟，小打扮，然后骑着马直接打仗。赵武灵王一看这个方便，胡服瘸射，穿人家的衣服，学人家弯弓搭箭，所以那个时候才有骑兵。一有骑兵了，马派上大用场了，直接讲究人马结合。说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体育比赛里只有一项是有动物参与，就是赛马。就是那个时候人和马之间已经培养了上千年的默契了。所以基于这一点你会发现呢，马在战争当中一使用，那么咱们要优质的马。优质的马有2个概念，一个是长期能负重的，拉粮食当交通工具，另外一个是作战的。那么作战要求马快，所以咱们经常说好马叫千里马。你看出了名的大将军都有好马，关公骑的叫赤兔马，你看出了名的大将军都有好马。操！秦琼前面骑黄骠马，后边叫虎力豹；项羽骑的是乌骓马，张飞骑的是万里烟云兽。所以你看，凡是大将军都有一匹与他相称的宝马良驹，这是。所以这个习惯一延伸到后来，我们管优秀的人才叫什么？千里马。能够挖掘人才的人才叫什么？伯乐。所以韩愈马说嘛，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所以有关于把人才形容为千里马的，这个是自古至今多了去了。你比方说很早的时候有那么故事叫千金买马骨。这个故事哪儿来的呢？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啊，都想让自己的国力强大，他得广纳贤才。燕国有个燕昭王，燕昭王说怎么能够纳贤才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这个人名字啊叫郭奎，耳道旁搁鬼字，也念为多音字。这郭奎呢，说你多大能耐？旁边人评价不怎么样，才能平平。可是郭奎有套说辞，说这燕昭王重用他了。他怎么说呢？说我给大王讲故事。上古时候有国王啊，想要千里马，愿意出1000两金子买千里马。他派人私下撒出去找，其中有一个他的手下拿着1000两金子买千里马，最后回来呢，这千里马呢没有，你带回什么呢？一副马骨头。说这马骨头什么？这是千里马，可他死了，那钱呢？1000金买这个千里马骨头。这国王来气的，你不浪费我钱财了，对不对？花了1000两金子就买马骨头。他说大王你不知道，你不是想求得千里马吗？我现在用1000两金子买千里马骨头，天下人皆知这个事儿。知道以后呢，人一听大王这么虔诚的想要千里马，那是真有千里马了，还不乖乖给你送来，在你能卖好价钱。果不其然，1000金买马骨之后，好几匹千里马都送到这国王上。这个郭奎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呢？说大王你想想，我呀就好比那马骨头，我不算千里马，你要把我这样的人都重用了，那人才能不来吗？燕昭王一想，可也是啊，搭建了一个黄金台，拜郭淮为重臣，就重用这个郭奎。所以后来李白古风里写嘛，叫燕昭言郭淮，更扫黄金台，巨心方赵志，邹衍复其来。后边这个巨心邹衍这2个大人才啊，都来到了这个燕国。所以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就是你对千里马这样的人才，要虚心，要礼贤下士。但是这个千里马呢，不是谁都能认出来的。前面我说伯乐，伯乐当年他相马很有一套，可是到了晚年呢，伯乐老眼昏花，
说我呀看不准了。这时候秦穆公找伯乐，能不能给我找千里马？伯乐说我岁数大了，动不了了，我给你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叫九番镐，也是个相马高手。哎，好，派九番镐先生出去找千里马。过不两天，打发人回来传信，找到了，说是千里马什么样啊？一个胭脂色的母马。最后千里马牵来了，秦穆公一看气坏了，是一匹黑色的公马。说你这九番镐像千里马呢，你这眼神比老梁都差劲。你怎么看这马呢？明明是一个黑色的公马，怎么是胭脂色的母马呢？这个伯乐说你不理解，九番镐相马已经到了一定境界了，就是他已经不看这马外形啥样了，直接能透过的皮看到骨头，所以他忽略了他外形什么样，以为你试试，一试这马果然是千里马。所以这个事儿告诉我们，有时候这个人才啊没有个恒定标准，往往越是烈马，他很可能能力越大，温顺的马倒不一定能够起多大作用。你看《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降服汗血宝马，那个小红马多烈性，但是郭靖把他降服了，一辈子死心塌地的跟着主人。所以千里马为什么是人才？大伙记住一点，人才好管用不好用，它好使，但是你想用好它不容易，它不一定听你的。奴才呢好用不管用，这奴才倒是你用他都听你的，可是呢咱要是要他真本事他不一定拿得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对这个千里马有充分认识，它不是那么好用的，而好用的人基本上奴才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反正马是体现了人对速度上的这种技能。那么下面我们说到这羊和马完全不同。我们知道羊这个速度是很慢的，而且羊给我们的感觉小绵羊好欺负，狼吃羊冷不防。你看那个喜羊羊灰太狼那动画片，从头到尾都是这灰太狼红太狼两口子怎么把羊弄来吃肉，怎么炖汤。我们这狼来了那故事也是这小绵羊狼要吃羊啊，狼来了大伙都散了，是不是？跟这个很类似，就是说狼和羊这种对立呢，说明羊始终是弱势群体。而且羊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呢，往往不光是弱势，也是不幸的象征。你比方说民间有句话说这人命不好，怎么属羊的10羊9不全呢，好像属羊就不好似的。这个准不准呢？跟大伙说一点都不准。说不准他怎么能流传这些年呢？这是有道理的。据说啊10羊9不全跟慈禧太后有关。这个慈禧太后有个忌讳，慈禧太后属羊，她忌讳什么呢？羊入虎口啊，忌讳老虎。所以她这个后宫里头，凡是宫女属虎的全撵走，要不就收拾你。宫里头上羊肉不能叫羊肉，叫福肉瘦肉。福禄寿喜，这福寿俩字。最滑稽的是呢，慈禧太后喜欢京戏嘛，京戏演员进来唱，凡是带羊字的，肃穆羊不能唱，洪阳路不能唱，这戏有的时候里头有词儿，比方说玉堂春就苏三起见里边不有那么多话，叫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这段戏一唱到这儿，慈禧太后停，给我改词儿。后来逼的把这词儿改成我好比入网的鱼儿，有去无还。你到现在听玉堂春唱这儿也是入网的鱼儿，原来这本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到慈禧太后这儿不行了，拿下了。说慈禧太后有诸多禁忌，可是慈禧太后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做的事儿不怎么地，甚至是祸国殃民。可是你看她一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最后还太太平平就死了。所以有人说慈禧太后是有福之人，可是她这福得的有点太过了，没干多少好事还享了福，把属羊人的福气都给剥夺了。所以在她之后属羊的人命就不怎么样了，怨慈禧太后。当然这个说法是无稽之谈，但是羊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啊不受重视，甚至被虐待。你比方说孟子那书里写了，梁惠王啊看到这个祭祀场面，祭祀的时候大牲口是牛，然后羊和猪，把一个牛牵下来，梁惠王一看，哎呦这不忍心呐，不能宰这牛。说为什么？吾不忍其胡素置于死地也。什么意思？我可不忍心看着哆啰哆嗦被宰了。说那你不忍心看牛死，咱这祭祀得进行啊，那怎么办呢？梁惠王说4个字：以羊易之，换一头羊吧。你看，重视这牛，轻视这羊，其实这里也含个道理，这羊没牛值钱，这是。所以就说我们现实当中，如果你认为你能力相对弱小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尽可能在道德上做一个完善主义者，也不要去伤害别人，自己努力的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说，好人他一定有好报。那说点什么呢？今天老梁故事会呢，我想咱们情场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一到过年的时候，和父母在一块儿，跟长辈在一块儿，经常有时候问呢，这怎么咱这就叫过年了？为什么30叫除夕呢？你说这个贴对联儿、贴福字，这都哪儿来的习俗呢？讲究在哪儿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说点这个。守岁放炮仗，传统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说？初一过春节竟然和袁世凯有关，年神赶西寿，关于中国年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年年相同又不同，神秘的12生肖到底是如何出现的？本期老梁故事会，年的故事。因为每年一到这时候啊，各家电视台都找说老梁你有学问，你给我们说说过年的习俗。咱今天给大伙儿说点保留的东西，咱往深了跑，说说这些老理儿啊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说，现在大伙儿过这叫啥呢？叫春节。有人说春节呢历史悠久啊，不对，春节的正式确立这俩字的广泛应用是从1913年才开始，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而且春节的确定呢，咱们得说有一个人做了很大贡献，谁呢？袁世凯。怎么来的呢？大伙儿都知道1911年呢清帝退位，1912年呢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呢当时是临时大总统。今天是1912年元旦，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必须在今天治。孙中山就提出来了，咱们现在这个新的民国，新的气象，包括这个历法上都不用过去的了，过去什么农历啊阴历不用那个，咱们用这个公历。公历一年从啥时候开始呢？元旦1月1号。所以当时孙中山呢向全国公布，每年呢过年是哪天？改1月1号，不要农历1月初1、正月初1，咱们就按元旦这一天为过年。可是中国人过年这习俗都上千年了，哪那么容易就改呀？结果到1913年，就过了1年之后，说1月1号过年，门里这啥，大伙还按照原来的正月初1算新年。那这时候我们也知道，袁世凯呢成了大总统。当时的民国呢文化部门的官员就给这个袁世凯建议说呀，咱们这个风俗很难改，你如果要是定元旦那天，老百姓不服，不按那来，不按那过，你定它有什么意思？说这个文化部门官员建议啊，咱这样，一年分春夏秋冬4季，咱定4节日，春节、夏节、秋节、冬节。春节哪天呢？不动，还按照大年初1、正月初1。夏节呢是端午节，秋节是中秋节，冬至为冬节。袁世凯一听说这有道理，但是你想啊，这端午不是纪念屈原吗？中秋呢是月亮吗？这个节日都是汉族的节日，咱现在中华民国了，讲究5族共和，咱得考虑少数民族的感受。这样吧，不要夏节，不要秋节，不要冬节，咱就留一个春节。这么的就把每年的大年初1、正月初1定为春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才有所谓春节的称呼。所以这个历史到如今是2016年，不过区103年的历史，没那么遥远。说为什么叫除夕过年？这里边还有意思的事儿。说上古时候啊，这个有个猛兽，名叫什么？叫蜥。那这个猛兽呢，什么都吃，吃什么呢？飞禽走兽，临界虫豸。比如说飞禽走兽，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鸟，哺乳动物。那临界虫豸是什么呢？鳞，身上长鳞的，就它还吃鱼。介，说白了，身上带甲的乌龟、王八，它还吃这个。虫豸是啥意思呢？其实都是昆虫，但是古汉语里有区分，虫是带腿的为虫，没腿的像蚯蚓这样的为豸。就说这个蜥呀，从飞禽到走兽到临界虫豸，什么都吃，吃了1年了，到最后这天呢，他吃什么呢？我开荤，我吃人啊，那顿大饭，他把人当大菜。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晚上他就出来到这村子里找人吃了，年年到这最后一天再吃人吃。
完了吃饱了呢，第二天鸡打鸣他再回去。晚上你想想，每人都可能是在这世界上活的最后一个晚上了，那还能睡觉吗？别睡觉了，坐着吧，坐着就等着，咱聊聊天唠唠嗑吧，这就叫守岁，谁也不睡觉。而且你今晚上要熬过去了，那你就活下来了，因为到第二天他走了，而这一年也不会再来了，所以这天得熬，这叫熬年关。熬完了天亮了，一看没事了，得庆贺庆贺呀！活的人之间，你还活着呢，你也活着呢，互相得说点祝贺话，这叫拜年。所以这些老理都从这个吸这个野兽吃人上开始的。那么说总这么吃人也不行，他们就得求神拜佛，找神仙。这神仙叫什么呢？叫年。这神仙说呀，这事儿我能帮你们，但帮可是帮的，你们得帮我个忙。你只有把这蜥呀从村子里撵出来，把他撵出来，我盯着他走开10里开外，咔嚓，我给他弄死。怎么撵出来呢？这个蜥怕动静，动静大的害怕。我呀，给你们点东西，什么呢？鞭炮，咔嚓放鞭炮，这蜥嗖到金字架就跑，往外跑，跨出10里来，这撵着神仙就长金雷。把这弄，这蜥死了，大伙太平了，咱得纪念这事儿啊！正好神仙给咱留鞭炮了，年年咱就放这鞭炮，所以放鞭炮是从这儿来的。还有的习俗大家知道，得在门上贴对子，这叫春联儿，还有中间贴个大福字，有的为了讨吉利倒过来喊哟福到了。说这是怎么来的呢？咱先说这春联儿。春联儿啊跟这个门神有关。《山海经》里记载啊，说再往大东边，估计就是现在东海再往那么太平洋那一带有个大岛子，这岛子上有金山银山，很漂亮，还有棵大树。这大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冠就3000多里地啊！当然这神话了。说这大树的东南这块呢有个门，这个门呢谁看着呢？2个神仙叫神书玉律。说为什么搁神书玉律2员大将在这看着呢？这个鬼呀到人间呢容易为非作歹，祸害人吃人。那好，神书玉律在这看，所以这神书玉律呢是保护人类平安的。它这个大树是什么树呢？桃树。所以后来人呢为了祈福呢，就搁桃木啊刻成神书玉律2个神像，桃符。桃符是最早的对联，一对往这一放。到后来春联怎么出现的呢？后蜀的这个国王叫孟昶，孟昶觉得在门上光是画这么俩人没意思，咱是个有文化的人，咱写点字儿吧。咱跟老百姓不一样，我既是国王又是有文化的人。他就在门上啊写了个上下句，叫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意思是呢，赶上大过年的了，咱们承接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恩泽。所以对联啊是从那时候开始。说那贴福字还往倒着贴，从哪儿来的呢？咱都知道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朱元璋啊疑心病很重，做了天下之后呢，总觉得谁要造反什么，所以经常呢动用下边的这些探子打探谁有谋反之意，要杀这个要杀那个。可是呢你要杀这些功臣呢，你说明刀明枪的杀，但我说这朱元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好，他就暗杀，说要暗杀这个功臣，在他家门口上半夜3更贴个福字，就这上贴福字你就杀他去。就这事儿让谁给拦住了呢？朱元璋有皇后大脚马皇后，宅心仁厚，是个好人，得他告诉手底下太监，你连夜呀你把这趟街所有人家门口都贴个福字。说那咱也没这么多，那你告诉那老百姓家家赶紧贴福字，就说皇后让的。有一家老百姓啊匆忙之间半夜3更贴福字给整错了，应该正着贴，他给贴倒了。等到这个朱元璋手底下人过来要杀这家，一看家家门口都福字，不知道杀谁家了。一报告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走漏消息了，我亲自看看。朱元璋从宫里出来到街看，可不是吗？家家都福字，给朱元璋气的。你想想，人这个一肚子杀气出来的时候没地方发泄，哎，转一圈他发现个事儿，有一家老百姓给整错了。对待刁民绝不能姑息，御林军听命，速速拿下那家老老小小，送往刑部候审。得，这家贴的跟别人不一样，咱就杀他出气吧。就这么就要杀这家。这时候大脚马皇后也赶过来说，皇上万万不可呀！说咋？人家贴着福字为啥倒过贴？故意的，知道皇上您今晚上要来，皇上来了那就是福到了。说您是这个
有福气之人，给他带来福气了。这样的良民忠臣，你怎么还能杀呢？哎，少结怨气，天下才能太平。元璋一想，可也是啊，就这么着吧，都不杀了，加封赏，赶上过年的时候。所以后来就留下这规矩了，一到过年贴福字还得往道了贴，表示福到。你看这今年过年跟往年不一样，说12年一轮回，今年到猴年了。但一到猴年，六小龄童准上。就这孙悟空呢，是中华民族猴文化里头最杰出的代表。但是这个猴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呀，它是个图腾。你看咱们总说龙是图腾，12生肖其实都是图腾。就上古时候各个部落呀，它有动物崇拜，它没有形成这个系统宗教的时候呢，所以往往把哪个动物拿出来当图腾崇拜。猴也曾经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不光是中华民族这个，在这个印度神话里头有个神猴哈努曼，据说啊，这哈努曼呢就是孙悟空的原型。这哈努曼呢是印度神话传说里风神的儿子，有4张脸8个胳膊，是个猴。哈努曼呢当时在神话的传说里头呢，有一个印度的长诗叫罗摩衍那。罗摩衍那里头呢写了这个哈努曼的事，说这哈努曼呢救这个救那个，功力高的吓人，还救了这个一个国家王子叫罗摩的王妃，把他从那恶魔那儿给救回来了。完这罗摩呢也有点法力，赐他长生不老。所以你看长生不老啊，法力高强，还是个猴，而且在那个印度神话里他使个虎头如意棍，真金不忘法。所以这个后人考证啊，西游记里是孙悟空啊，原型就是印度神猴哈努曼。为什么他叫弼马温呢？为什么给他封管马的官？因为猴管马呀，这是一个传统。咱们有的朋友过去你家里有老人有卖过马的，就成群贩马的，往往马贩子好养个猴。为啥呢？这个非常实用。猴啊对马身上发生的病，就马瘟疫，它特别敏感。你比方说贩马的人呼啦啦把这马到一个新地方，得赶到马圈吧，可是你这马圈说不定原来哪个马来了得了非典了，得了什么病的啊，再传染。好，这猴先进马圈闻一闻，就把这猴拴到马圈归人闻，他能闻出这味儿来。马身上有马瘟的话，马上他又叫又什么的。所以过去贩马的呢，身边都带个猴。说有这猴呢，这马能留下；没有这猴啊，这马都得死。所以猴子有个别称叫马流。咱们可能听过这个香港4大天王刘德华有首歌叫《开心的马溜》，什么意思？马溜就是猴子，哎，猴子就叫马溜。我是弼马温，这里我说了算。我俩都回答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上天封弼马温？弼马温，躲避开马的瘟疫，这个猴子的。所以不要以为吴承恩在那胡说八道，哪有弼马温这官名？有弼马温就是猴该干的事儿。所以这是弼马温的由来。马跟猴连一块呢，还有种种寓意。你看马背上搁个猴，这叫啥？马上封侯。你过去谁想当官的啊？放一幅画，马背上搁个猴，哎，马上封侯。还有这猴身上摞个猴，叫啥？叫背封侯。这都是过年讨吉利的话。当然，马和猴在一块呢，也不完全是好词儿。有个词儿叫心猿意马，啥意思呢？就这人胡思乱想，精力不集中。为什么叫心猿意马呢？猴是不安分总动啊，马是总往前跑的，就比喻人这思维不安分，不肯集中精力做件事。咱看《西游记》里头，那个唐三藏出来收的谁呢？孙悟空、白龙马，一个猴一个马。这个猴和马象征意义很丰富，就是西天取经啊，要智力忠纯。我为了这个取经一个目的，不能有三心二意，万不可心猿意马。所以《西游记》里头这白龙马和孙悟空是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跟着大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
容易干不成大业。你看，咱一说到猴年，有人就说，这事得猴年马月才能完。为啥说猴年马月呢？你说猴年马月是啥时候？今天是猴年，马月是几月？阴历5月份，阳历的6月份，那个时候叫猴年马月。注意啊，今年阳历6月份，你要以前有什么愿望没实现，估计能实现。为啥？是这事儿，说我能发财，那猴年马月事儿了，哎，今年就到了。说怎么这猴年马月是代表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据说当初说这话的人呢，有人说你这能发财呀？结果这个应这话的人是个天津人，你那说嘛，我发财那得猴年马月啊，就不知道是什么年什么月，猴年马月，天津人不管这叫这有嘛呀，这是嘛月，这嘛玩意儿啊？这天津人说的，那听猴年马月，别人一听以为猴年马月呢，就说话这口音问题以讹传讹，给弄错了。所以这猴年马月的来历。有人说12生肖，子鼠丑牛寅猴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说这12生肖，它为什么是这12个呢？它是根据这12个动物活动的规律来的。你想，半夜11点到后边1点子时，老鼠活动的时间，所以子鼠。丑牛1点到3点，老牛这时候要吃草，所以喂牛的人都知道赶这时候挑灯来喂牛，给牛添草料，他这是反刍呢。子鼠丑牛。寅虎3点到5点是老虎出山的时候，这时候老虎出来捕猎，寅虎。你等5点到7点为卯兔，这时候兔子吃草。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7点的时候起雾，咱都知道龙是腾云驾雾的，所以这个时候辰龙。巳蛇，上午这个时候蛇出动，蛇活动的，辰龙巳蛇。午马未羊，中午的时候马愿意叫唤，所以这是马活动高峰。未羊，下午这时候羊出来吃草，放羊的时候一般都赶这时候。午马未羊。申猴酉鸡，到下午太阳要落山了，猴这时候好啼叫。所以这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说的就是下午快到傍晚这时候，申猴酉鸡。酉时鸡干嘛？回窝了。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戌晚上这个时候狗该看门了，亥猪到半夜的时候猪拱槽子了，吃差不多了，饿了还得吃，猪拱槽子。所以这从子到亥这12个时，这12种动物都是指这个时候最为活跃的一种现象。所以12生肖呢，就是根据动物活动的时辰，谁具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动物咱说实在的，它都得是常见的，你没听说什么子鸭嘴兽这个丑鸵鸟，这不带这个的，都得是大家喜闻乐见最常见的这种动物，就这12生肖。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说了中国这个风俗的过年的一些的来由，包括猴身上这些事儿，我估计有的您听过，但不一定记住，有的可能您没听过。我这儿你别嫌我磨叨，一说您可能就真长了点见识，因为听老梁故事会，看老梁故事会，那是长本事的事儿。